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因未續約而遭遇借刀殺人傳聞，被困迪拜3天，引發粉絲不滿，怒斥舊公司處理方式。迪麗熱巴的名字這幾年算是在國內娛樂圈裡徹底扎穩了腳跟。13年前，她還只是個剛踏入演藝圈的小姑娘，那個時候誰也不會想到，她能陪着嘉行這麼多年，把自己和公司一起推到行業頂流的位置。一步步走來，熱巴的努力和付出，大家都看在眼裡。現在，合約眼看就要到期，很多人都覺得她終於可以脫離老東家嘉行傳媒，自己掌控自己的職業生涯了。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。這段時間，關於熱巴和嘉行分道揚鑣的消息滿天飛。2026年2月26日是合約正式結束的日子，可還沒到那天，圈內就已經有風聲傳出，說熱巴不會續約，要自立門戶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。嘉行當時對外還闢謠，說這些都是假的。可實際上，熱巴早就把自己的新工作室上海競艷影視文化工作室給註冊好了，100%的股份都在他自己手裡，這動作其實已經很明顯了。解約之後，熱巴的所有工作和資源都轉到新工作室，這對於他來說，算是熬過了最難的那段時光，接下來總得有點屬於自己的空間和選擇權。可就在人們以為他能順風順水的時候，一件突發事件讓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。他原本計劃在2月28日出發，經過迪拜轉機，3月3日趕到巴黎參加某國際品牌的大秀。就在他準備出發的前一天，中國駐阿聯酋大使館發布了安全預警，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去中東高風險地區，要注意自身安全。這種情況下，無論是老團隊還是新團隊，按理說都該馬上調整行程，確保他的安全。結果令人費解的是，熱巴的團隊還是讓他按照原計劃走迪拜轉機，完全沒把大使館的警告當回事。而且，最讓人不解的是，其他所有隨行的工作人員都直接飛巴黎，只有他一個人走了最危險的路線。這件事發生後，大家的質疑聲很大，覺得不管是無心之失還是有意為之，這都不是一個專業團隊該做的事。事情的後續更讓人揪心。熱巴一個人被困在迪拜3天，音訊全無。這3天，他沒有任何社交媒體的更新，粉絲們都急壞了。和他一起受困的還有李茂一家，他們為了安全，開車11個小時到了安曼邊境，才搶到回國機票。李茂發的視頻裡還能聽到爆炸聲，那種危險程度讓人光是想想都後背發涼。大家就問了，為什麼能讓其他人順利直飛巴黎，偏偏把他一個人安排行程最危險？而且這一切發生在和嘉行解約後，難免讓人懷疑這裡頭是不是另有隱情。說句心裡話，這些年熱巴在公司裡的待遇，真的讓人覺得挺心酸。這不是頭一次了，他被區別對待的事兒，粉絲和網友們一個勁地扒出來。他在《花兒與少年》節目裡，怕吹頭髮吵醒別人，自己做了一晚上沒睡覺，早上總是第一個起床，默默幫大家買早餐，提醒大家整理行李。熱巴這種性格的人，既體貼又低調，工作起來一點架子都沒有。但就是這樣，他卻沒少吃虧。比如，有一年冬天特別冷，熱巴穿着單薄的裙子走紅毯，團隊連個毯子都不給他準備，讓他在寒風中瑟瑟發抖。還有一次他生日，公司送的蛋糕做成了磚頭的樣子，上面寫着加油搬磚，這擺明了就是把他當賺錢機器，毫無溫情可言。更離譜的是，品牌方送了他一個鑲鑽皇冠蛋糕，結果公司的人直接把這蛋糕轉手送給了別的藝人。說實話，
這種事情擱誰身上都會覺得心涼。我覺得吧，熱巴這些年為嘉行帶來的收入絕對不是小數目，他一個人就撐起了嘉行30%的年收入，手頭還有11個全球代言，其中5個都是高奢品牌。結果他的宣傳團隊既不專業，還頻頻失誤，資源也沒得到應有的傾斜。宣傳團隊裡還混進了黑粉，故意洩露行程，導致私生飯圍堵不說，甚至還發黑稿抹黑他。嘉行一直對這些事不管不問，任由情況惡化。這次迪拜滯留事件直接把粉絲們多年積壓的不滿給徹底點燃了，大家在網上鋪天蓋地的聲討嘉行，評論區、微博都快被擠爆了。情緒激動的粉絲甚至跑到嘉行公司樓下舉牌抗議，喊着嘉行倒閉了，那場面一度很激烈。其實，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，這種待遇真的說不過去。一個藝人，工作再拼命，也不該被這樣當工具人對待。很多網友都在說，熱巴獨立後的第一仗就遇到這麼大的危機，到底是運氣不好，還是背後有人在使絆子？這件事讓人沒法不多想。就像生活裡，有些人就是不管你做得多好，始終有人在拖你後腿。娛樂圈本就不是風平浪靜的地方，熱巴面對的壓力和困境，外人很難完全體會，但這種被區別對待和忽視，換成誰都覺得不公平。說起來，迪麗熱巴的個性一直挺堅強，無論是在巴黎時裝週鞋跟斷了的尷尬場面，還是一次次被團隊坑了，她都沒有當場發火，更沒有公開指責誰，每次都是自己默默承受下來。這種隱忍和自我消化的能力其實挺難得，但粉絲們就看不下去了，覺得她為公司賺了那麼多錢，卻換不來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。再說到這次迪拜事件，明明是可以避免的風險，團隊卻還是讓他走了最危險的路。普通人都知道，到了這種節骨眼上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大使館都發布了預警，說明情況已經很嚴重了，怎麼能視若無睹？這不僅是職業素養的問題，更關係到一個藝人的生命安全。熱巴在迪拜失聯的那幾天，大家都在擔心她的安危。網絡上各種聲音都有，有人質疑團隊能力不行，有人懷疑公司故意安排，也有人乾脆把責任全推給嘉行。其實，娛樂圈裡的解約從來都不是一句話那麼簡單，背後往往有很多博弈和較量。合約在手，資源掌控在公司，個人想脫身容易，想徹底自由就難了。熱巴這次單飛，遇到這麼多麻煩，也說明了一個現實問題：一個人在行業裡再怎麼努力，想要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，不是說放手就能放手的事。公司也好，團隊也罷，背後都有各種利益牽扯。粉絲們的憤怒和不滿，其實反映的是大家對行業不公的共識。網友經常說，娛樂圈裡的事，水比表面深多了，外人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熱巴能一路走到今天，靠的不只是顏值和業務能力，還有一份韌勁和堅持。她的經歷讓人想起生活中很多普通人，明明已經很努力了，卻還是免不了被人使絆子，被忽視。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在她遇到困難時選擇力挺她，為她發聲。現在，關於熱巴已經脫困、平安轉移到安全區域的消息也傳了出來，大家都鬆了口氣。不管風波是真是假，這都是大家最願意看到的結果。可事情過去了，留下的疑問還在，他為什麼會被安排走最危險的路線？團隊的責任到底有多大？嘉行有沒有在背後做些什麼？這些都成了大家熱議的話題。娛樂圈的生態其實挺複雜，有時候一個小小的決定就能影響一個人的命運。熱巴的經歷對很多人來說是一次警醒，無論在什麼行業，
最基本的尊重和安全保障都不能缺。他的故事還在繼續，未來會怎樣，誰都說不好。或許有一天，真相會浮出水面，但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他能否在自己的路上走得順利，少一點風浪，多一點順遂。